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新剧《白日提灯》站内9.7分，却被骂上热搜，口碑为何两极分化？3月28日，一部古装奇幻剧开播当天就冲上热搜，674.5万的平台预约量刷新2026年度纪录，开播4天全网有效播放量破亿。站内评分高达9.7，但与此同时，豆瓣上却涌现大量1星差评。有人说它是年度最烂古偶，迪丽热巴和陈飞宇毫无 CP 感，演技全方位崩塌。也有人熬夜追评更新，直言哭到缺氧，这是今年最好的古装剧。同一部剧，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。白日提灯到底怎么样？先看数据。上线首日，站内热度轻松突破26000，迅速占据平台飙升榜第一。第3天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全网有效播放量破亿，在台湾地区同步上线后，也迅速冲进热播榜前3，获得2026年第13周在播剧舆情热度周榜第一，热度毋庸置疑。但打开社交媒体，画风就变了。截至3月31日，白日提灯在腾讯视频站内评分9.7，但在豆瓣开播仅几小时就出现大量1星差评。有评论指出，这些差评内容笼统且缺乏具体细节，甚至与剧情无关，怀疑是恶意打分，主要针对女主角。抛开争议，批评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。第一， CP 感缺失。有观众直言，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往那一站，以为是阿姨和侄子的爱情故事，毫无 CP 感，甚至尴尬的扣的。第二，演技争议。有评论认为迪丽热巴的表演还是只会瞪眼、嘟嘴、双手一摊，是《安乐传》的复刻版。第三，剧情老套。女主偶遇男主，男主身上带着惊天大秘密，两人开始拉拉扯扯的试探，最后走进彼此心里，这套路被批毫无悬念。但另一边，给好评的观众同样不少，站内9.7分，播放量破亿，社交媒体相关话题总播放量突破50亿次，这些数据说明确实有大量观众在追，而且看得上头。一位豆瓣网友写道，女主是活了400年的鬼王，天生没有五感，她本来就要装作人类的样子，那些做作和浮夸是角色需要，不是演员的演技问题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搞清楚角色设定。迪丽热巴饰演的赫思慕是归墟最强领主，活了400年，天生没有五感，看不见色彩，听不见声音，尝不到味道，闻不到气味，没有触觉。他的一切人类反应都是模仿出来的。剧情设定中，他有一个能力叫通五感，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，暂时共享对方的感官。遇到断须后，他才第一次看见星光，听见风声，感受温暖。这意味着赫思慕这个人物的表演需要呈现出2层演技，一层是假扮人类时的刻意，一层是通过断须感知世界时的真实触动。迪丽热巴在剧中一人分饰3角，冷冽鬼王、柔弱孤女、心狠反派。有观众认为她做到了。作为贺小小时，她的眼神和哭态都带有刻意的做作；作为赫思慕时，她又变得魅惑残忍，切换自如。也有观众认为她没做到，滤镜把脸放到无限白，墨皮开到无限大，掩盖不了岁月痕迹。抛开演技争议，单看剧本设定，白日提灯其实有不少亮点。最核心的设定是通五感，共命运。赫思慕与段须因一把破望剑结缘，此后五感相连，命运交织。这个设定最大的妙处在于，它为理解一个人提供了物理层面的可能性。在白日提灯的世界里，感同身受是可以真实发生的。你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，你的心跳就是我的心跳。
这不仅是情感羁绊的奇幻外化，更是一个关于理解的隐喻。白日提灯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奇幻设定，而是两个残缺灵魂的相互治愈。赫斯木活了400年，统御归墟，维系两界平衡，看似强大而冷静，实则被责任和孤独裹挟。段虚外表明朗的少年将军，实则背负着沉重的过往。两人相遇时都不是完整的自己，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拼回完整的理由。这种双向救赎的设定，比单纯的甜宠更有力量。如果你期待的是琅琊榜式的权谋深度，可能会失望；如果你期待的是东宫式的虐恋美学，可能会觉得差点意思。但如果你愿意给一部古偶剧多一点耐心，去理解赫斯木没有无感的设定背后是一个400岁灵魂的孤独，去感受段虚明亮外表之下是一个少年将军的伤痕，那你可能会发现这部剧比它看起来要丰富得多。看2集再做决定，别被热搜带跑，也别被差评劝退。毕竟好不好看，只有你自己的眼睛说了算。